伯恩斯在参议院接受入职听证调查的时候，发表了一连串极为强硬的反华言论。他上任之后会怎么做，目前还不清楚，但中国人民已经记住他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对中国极其不友好的伯恩斯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10月4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任命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新的驻华大使。此人在入职之前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对中国是大放厥词，百般指责。美国参议院的议员们对此十分满意，通过了对他的任命。此前美国驻华大使都是由政客担任，这一次选中的伯恩斯是一位退休多年的职业外交官。当前情况下，职业外交官能够比政客更好的处理中美关系吗？恐怕不可能。伯恩斯在参议院接受入职听证调查的时候，发表了一连串极为强硬的反华言论。他上任之后会怎么做，目前还不清楚，但中国人民已经记住他了，一个极其反华的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他不可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依从国际惯例中国是可以拒绝一个反华分子入境上位的。伯恩斯曾经当过美国政府的副国务卿，在多个国家当过大使，至于怎么跟驻在国打交道，他当然不陌生了。伯恩斯心里绝对清楚，如果他下了飞机就把所谓的5G问题、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拿出来再胡言乱语一遍的话，那会带来什么后果我认为搞不好会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会被驱逐出境。如果我没有高估每个人的智商的话，美国政界这回可能找的是一个行家是能够住在北京并巧妙地找中国麻烦的人。到目前为止伯恩斯所涉及的反华问题都是老调重弹，没有一件是新鲜事儿。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面，美国政府在这所有的问题上都没有达成目的，伯恩斯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比较大的可能是中国外交部让他坐冷板凳，就不理他，让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冥思苦想，看你还能怎么编造反华言论。历史上美国驻华大使的工作是非常繁忙的，他不但要和中国的外交部门做频繁的互动，还经常要牵线搭桥，参加一些中美之间的科技、文化、经济这一类的交流活动。当然了，美国驻华大使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要下大气力建设巩固美国在华间谍网，这是人人都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秘密。但是这个伯恩斯还没上任，就把自己和驻在国的关系搞得这么僵，这意味着大使的职责他肯定是履行不好了。当然了，在美国当今极力与中国脱钩的政策之下，中美之间的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交流合作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限制和打压，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伯恩斯也没有多少事儿可做，中国也没有哪个机构会邀请这么一个反华分子出席相关的活动，把他请过去，那会被全国的网民千夫所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伯恩斯可能是历届美国驻华大使当中工资拿得最轻松的一位。大使的职责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发展维持与驻在国的友好关系，但现在似乎美国不需要中美合作了，所以伯恩斯在出任大使之前就把话说绝，这样到了北京之后也就不用从事什么实质性的外交业务了。反正他已经65岁了，也不再需要什么人生的业绩，也不再需要什么提升。但美国驻华大使的薪水还是相当可观的，20万美金一年是不成问题的。就算只干2年，从美国纳税人手里拿走40多万美元的工资之后，他可以返回美国继续当大学老师甚至于这一段驻华大使的经历还能够让他得到更高的教授的薪水。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对伯恩斯的上任有什么期望了。而且事到如今，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个美国驻华大使所能够决定的。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